当然更重要的是你本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去做参与这件事的一个表达。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这个节目非常内核的一点，然后以一种这个好奇心驱使的。我想说，我大学那会儿，我还真去车间车了一个学期的那个文件。我看到那个咱们那个就是分级的那些东西，有很多都是实地的，公司也好，工厂也好，他们工作的地方。对，就刚刚说那个特别好，就是可以去通过他们每天在干什么，他们的工作去挖掘到一些，对于这个行业，对于能源回收或者说。对，反正细枝末节的东西去挖掘，让大家代入感更强，知道这个行业到底在做什么，对，或者辛苦的点在哪儿，为了什么而去做这些事儿。我觉得这个的叙事点就是我们的最大的不同。你对现场啊，对内容啊什么的，我还好，就是有点晕船，但没事儿，这晕船就晕船，这摆稳，保持未知嘛。对。了解了一下，就是这个风力发电啊。对。它那个风机转的时候，第一个风向问题，第二个是它转化问题，还有一个其实储能其实技术还是得回归到整体的平衡上。一个更可以让大家看到是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制造业的庞大，中国把这些东西落实的非常的完美，整个流程的完善。这是你的，其实你是有这个就是从观众视角、民生视角的一个链接。记忆中以前烧煤发电那会儿，空气和现在比差很多。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因为差不多有一半的电都来自于风和太阳，就是我们常说的绿电。让绿电走进每个家庭，是我们的未来。大概可以满足多少需求？1万户一天的，哇，这么多！海上发电其实是就近供给给沿海城市的，这也是一种提前布局。哇，这壮观，这也太壮观了！这一切依靠的不仅仅是技术。也是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守护。虽然说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相信科技、自然也会找到更好的平衡。我们还在往前推进，哪怕只有0.1%，也需要不断的突破。很多人只看到我们的新能源又快又稳又便宜，但其实在它背后是对未来的提前布局、高效系统的协同。能够见证这一切，我非常自豪，很受鼓舞。哇，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充电宝。哇，这好壮观！把风和太阳的发电存好，等到我们需要用电的时候再去用，把今天富裕的电力留给明天的不时之需，其实特别符合咱们中国人常说的未雨绸缪。中国在这些事儿上做的已经非常好。快点捂耳朵！哇，这么大的柱子啊！好嘞，连上。绿电的未来也可以跟更多的产业产生共生共惠，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发展机会和增长的可能。大家用电安心，离不开科技创新和一线人员的共同努力。有了储能，绿电再也不是靠天吃饭，而是稳稳支撑起我们的日常生活。希望可以从中学到更多东西吧，然后去见识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非常巧妙的工程。走了。我们用暗电清淤处理垃圾，养鸭种稻，都太不可思议了。原来我们跟大自然的关系真的可以修复，以后还能更好的相处。取之自然，也归于自然。充分的利用能够产生价值的东西，让它价值最大化，利益最大化，然后同时也是另外一种角度上的节能减排。这几天我走了很多的地方，体验了各种不同的工作。这是一次学习的过程，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行动，而且充满好奇。电远不只是技术，它点亮了我们的生活，更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在这背后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坚守。当科技与自然携手，奇迹就会在我们身边发生。风变成了电，水储存了能量，垃圾也有了新的生命。人、自然和能源可以好好相处，只要找到那个平衡，未来一定可期。我很幸运能看见，我已经在路上。